收听阿莎与高龄生活奇迹系列。紧接着上一集，高龄与我第一次的会面，我们聊了些什么？到这一次第3集，我想聊聊高龄他们到底为何来到地球，他们的愿景是什么，他们透过我要完成什么。有一次我就问高龄们，我说你们来到地球，你们的愿力是什么？而且你们透过我这么小小的一个身体，真的可以达到吗？你真的觉得我可以为你们完成这些吗？我总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远大目标，要花好几辈子才可以做到。我今天邀请白长老跟大家提提他们来到地球，他们想要分享给地球人有缘的人是什么呢？我就把麦克风转给他了。我是白长老，我今天成了生活奇迹的嘉宾。我为何来到地球？我从哪里来？我从来没有告诉过阿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为什么当别人在说你是不是基督的能量，因为是白光，我跟他说类似。当我说你是不是观世音菩萨，或是你是外星人，我跟他说有一天你会知道。当有人解读白长老是天王星来的，我会告诉他有一天你会知道。你觉得现在我会更愿意跟大家说我是谁吗？我是一道白光，你们不会知道我是谁，有一天你们才会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们知道我是谁？就像我前几天陪着阿莎去看《灵魂急转弯》这个电影，有一个地方我想要保有非常大的神秘感跟创造空间。他们里面有很多精神导师都是知名人士，我想要跳脱这些，我不想要透过阿莎去告诉人我是佛陀转世，我是基督在世。我不想要这些，我不想要这些。我来自于我吗？还是有一个更大的灵魂来自于阿莎的灵魂意愿，而创造出整个不太知道我们来自于哪里，很多众说纷纭，外星、观音什么都有。阿莎灵魂在生前的时候，他跟我们有个约定，我们可不可以突破所有知识性的东西，创造一个最净白的空间，最净白的可能性，最净白的讯息场。它不是要多绚丽、多独特或跟人家不一样，它不是来竞争的，它是来用一个完全没有框架、完全没有限制、完全没有被期待的状态，在一个非常和平温暖的方式去发生这个灵魂体，它带着众多高龄来到地球所要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就是因为净白的空间，它的可能性就显得无懈可击。因为当人有了空间，有了安心，有了信任，他没有一直要把什么东西装在某一个身份里的时候，我发现人的本质才会碰触到灵魂最柔软的部分。我不要有宗教，我也不要阿莎在她灵魂里面被装进了宗教的范畴，绝对是尊重宗教本身的存在，但是我们希望是超越知识性的各种的概念。我们来到地球，如果你们要说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愿力呢？不是愿力，我们要完成改造世界地球，我们只是希望在这个世界空间里，是不是可以活得更没框架，更接近初衷，更单纯的，更净白的。在每一个生命里，我可以给自己更多空间去学习，不是在压力范畴之下。为什么不要有宗教？
因为在宗教里面有好多好多来自于人的每个传承，它为了让人更明白那个佛教的经典或宗教性的圣经背后的故事里，他们解释了非常的多。这不是我们寻找的方向，因为所有的知识或所有的概念，它也许可以帮助头脑，也许可以帮助过程，但如果放下这所有的框架，只是来自于我回到我生命里，来自于灵魂的来处，它是静定的，它是自在的，它可以尝试所有可能性，它是不被批判的。所有的犯错都会在这样来自于我们白长老团队的能量里，可以有空间让自己变得更完整。这就是我们的初衷。所以所谓的地球愿力，应该是希望在地球可以注入一些，不管阿莎以后将来去到什么地方，去到那一个能量场灵性之旅，每次去到那里，我们其实都跟当地的神性、当地人的灵魂都做一个非常好的沟通，还有我们敞开，让他们知道我们来处，我们的目标。我们总是会秀出我们的通行证，在地球我们有很多的通行证，我们交了好多朋友，所以在地球空间里，我白长老可是个有名的外交官哦。因为我带着一个牌，就是我要所有东西，它都是有可能被发生的。但是这个被发生在人性里，它会产生无名的恐惧，因为没有规范，因为没有规范，显得不是那么可以信任，不是那么可以扎根。因为开放，所以我何来的道德？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保证的，我跟阿莎说，为何你认为没有限制就会显得不道德，会伤害别人？不道德的背后是因为会伤害到别人吗？但是如果所有的初衷都是爱，当你的爱够强大的时候，当你在这个社会里的所有道德的规范或法律的规范，它就成为了一个方便你自己行走于在这个规范当中，可是那一层爱不变的，而那个爱就是扩大力量。当你越行走在规范里面，你越认清楚自己爱的能力很强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受限于关系的，你不需要满足于人家希望我怎么做的，因为只有爱本身，爱可以跟爱连接。但是如果在这个关系里，它变得是欲望、嫉妒、愤怒，或者是占有，你也必须清楚的知道，只有爱可以让彼此长长久久。在我们能量的引动下，我们清楚的知道，人只会返璞归真，人只会越来越需要更少的东西。所以你说的道德、情欲、放纵、吸毒各方面的伤害性的行为，其实并不在我们的范畴里，那是人性创造出来的。而我要说的规范，是在于你对自己的生命，当你知道你触及到了界限，你是否可以明白有一股更高频、更纯净的能量，它会透过你去释放这些来自于内在里还在寻找自己过程的伤痛和不明的冲突。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希望尽可能是没有任何框架，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跟阿莎说我们是谁。我们希望他可以如实的将这一个讯息场非常完整的带给每一个来到眼前的有缘人。什么叫做没有框架呢？没有框架，它指的是行为上没有框架吗？是指的是没有道德吗？什么叫做没有框架？很多人会误以为，当我说没有框架的时候，表示你可以发生任何的事情。但你真的在灵魂层面还有人世间，你的确
都在发生任何你灵魂所设定的任何事情，我们全部都取决于你灵魂当时在生前计划的约定。所以当灵魂有一个约定，就是我在这个时候我想要成为一个自由奔放的灵魂。什么叫自由奔放的灵魂？你以为是每天我想要跟这个玩在一起，我想要谈无数的恋爱，或者是我想要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叫灵魂的奔放吗？是吗？我们跟阿耍说，别误会，当我说要将这个能量帮助人成为没有框架的自己的时候，代表他们就要用尽各种贪婪欲望去伤害别人。前提是不伤害别人之下的灵魂自由，它才是真正当下灵魂的自由与奔放。你知道有人可能会问我们，那如果我在婚姻里我遇到一个很爱的对象，可是我两个都没有办法分开，我两个都爱的时候，我该怎么办？灵魂的奔放，我白长老就会分享，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你们，一定要去聆听自己的真心。你一定会知道这份爱是不同质地，但是不同质地就在人世间必须要有它的方便法。它有方便法，指的是在两者共同约定之下，不造成对方的伤害。当然你会问我，可是我们老夫老妻，可是我遇到一个真爱的人，那我跟这个20-30年的人老夫老妻要分开，我真的是伤害他，因为我遇到了另外一个人，我背叛了他。在灵魂的角度里，我可能会告诉你，真正灵魂自由的奔放是他非常给自己时间，他给自己敞开跟真心的空间，他不说谎，他不执着迷恋于要抓住两个人的爱。因为通常如果你缺乏真心或自信的时候，你可能会乱抓取，反而让局面在这一个缘分里搅和得更不透彻，而且没有办法走出一个更好的局面。什么叫更好的局面？指的是我在这个关系里，我非常清楚，我借由静心，我非常有洞见的，我看到我跟我的丈夫或许在这20-30年里，我们有真的非常深的缘分。我也希望一辈子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缘分，而且我也相信有些时候当我认清楚了这一个关系里该摆的位置的时候，我不再压缩自己，我不再盲目的因为恐惧而去抓取。我看到这个是很深的家人关系，可是它或许已经再也不是爱情了。我可以用一种方式跟让对方知道，我真心爱着你，但是我希望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好家人。对方一定有过程，他也许不舍，也许他感觉被背叛，也许他感觉他对你还有爱情，或者是迟来的爱情，因为以前他可能忽略某些事情，所以他现在才发现，我失去了一个重要的人。像这些就是人世间的剧嘛。我白长老会跟你们分享什么叫灵魂的奔放，给对方时间，也给自己时间，但是要非常清楚你要的方向，而不是没有定性的。其实没有定性才是需要去提升跟觉察的。要真心的去看到自己内心的起心动念的时候，诚实的面对的时候，你才可以知道要怎么让这两个关系走在对的平衡，走在对的故事。在白长老的世界里，只要是真心的爱，家人的爱或爱情的爱，只要它被放在一个人世间可以互相认可，不会不舒服的状态，它都是值得勇敢的去享受与追求。所以我所谓的没有框架，指的是在不伤害其他人的方式里，我们尽情的爱。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都以老白自居，老白长老自居，你说你的能量是和平，那 CD 高龄也说它是和平，可是你们两个一直在带领我的过程，你们两个是怎么分配职务的？我是 CD 高龄，很高兴又再度在这里跟大家会面。我们的职务当然不同，如果老白是一个整个精神团队，他就是校长，而我呢就是一个主任，我负责的是你近期的所有的能量工作。老白呢只是在久久出现开会一次，在一个更远的以时间，在人类的时间里面来看，他是主导一个更长期的整体的规划。好，谢谢今天大家收听阿莎与高龄生活奇迹系列，高龄们为何而来？谢谢你们大家，拜拜。